臣胡进思奉刘后军命，护送郎君入宫。末将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何承训，恭迎大王。这是老令公的意思。郎君，这是刘后的意思。没有朝廷的金册，吴越国中便没有大王。你这是僭越大罪。何某目无王法，不宜领内衙兵权。令公以为呢？谨遵郎君训谕。罢何承训指挥使，贬为小卒。亲卫第一都有指挥副使，赞赏。诺。小人知罪，谢大司马，九郎君不杀之恩。请郎君登车。备马。都给我退后！休杀他性命！你一个阉人，你这是何苦？把他押起来找专人看管，扔到偏殿去，休伤他的性命！上书！上书！小人请罪，角门那边怕是走了人出去了。小人忠顺都虞后蒋多逊奉都头九郎君之命，向水丘太尉禀报军情。起来说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九郎君命小人禀告太尉，说胡令公进了宫，还带着兵，要行非礼之事。非礼之事？九郎可说的是非礼之事？对，就是非礼之事。相公，自从共产党内史衙班庞进携刘后手书捐命，求见相公。宴会上的事儿，确实七哥错了。就算胡令公不是三朝元老，不是国家重臣，就算他真的犯了罪，也该先看后觉，再加刑惩啊！不行法司当殿扑杀朝廷大臣，便是父王在日，也不曾行此事啊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不经法司，当殿扑杀一阵节帅，九郎做得，七哥做不得。七哥那不一样啊！张彦泽乃残民虐主之贼，汴梁城中恨不得他死的人数以万计。便是当日在大殿上想取他性命的不下100人。胡令公不是张彦泽，他所求者不过是是非2字而已。是非？九郎，你也不小了，经的事也不算少，这等欺瞒世人、掩耳盗铃的说辞也是能信的。你如今来跟我说什么是非？那你告诉我，这功臣堂外的兵又是怎么回事？若此刻不是他胡进思率着兵围着我的寝殿，而是我的兵围着他胡进思的府邸，
你还会来跟你的七哥舌谈什么是非吗？你敢吗？七哥，咱们吴越不是中原啊。当年在汴梁，有一位相公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是非一定是有的，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梨树在下，此事万古不易呀。”大司马带了多少人进宫？守在宫城堂外的是秦魏第1都的兵，可见到神城里？那却不曾见。放辽后军命，请相公入宫！放辽后军命，请相公入宫！相公，门外来了许多兵，都穿着甲，说奉了刘后的军命，召相公入宫。去，把人都叫起来。里面不可开门，怎么办？迟早生变，翻墙进去，从里面将门打开。上！诸位袍泽，我等性命，在今日之日起，重入府内，无论老幼妇孺，尽皆斩之。杀！父亲，吃苦生变了。老实待着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难道此时此刻，让我出去跟他说一声我错了，他便肯带着他的兵退出宫剧，任由我接着做这个刘后？你既已经入宫来了，也当明白他的意思。总不至于是为了跟我说句是非对错的吧？胡令公要我做刘后，理当如此。八郎离得太远了，其他的弟弟们又都还不成器。你在汴梁做下好大的事业，少年英雄前九郎，上至天子，下至走卒，吴越之主这个位置，我若做不了，除你之外，还有谁能来做？七哥，不是如此。你去跟他低个头，认个错，至多再许他一个相府之位。你是真的不懂，还是在跟我装傻呀？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？淋了血的剑还能收回剑壶里吗？胡金丝的刀已经抵在我的脖子上了，我去跟他认个错，他能痛痛快快的收回去吗？七哥，我就是个鱼账子呀！一国之政，13州86县，100万居民，我是真做不来呀！那是你的事儿，明白吗？你若不做，天下便完了，明白吗？你果然在跟我装糊涂，其实你什么都明白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你若不做，今夜我便死定了，或许你也死定了。他胡进思毕竟姓胡不姓钱，这个位置他也坐不稳。外殿的几位叔父伯父，还有八郎都不会容他。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？割据、内乱、天下大乱。北边的南唐会做事吗？不管谁赢了，这世上还有吴越吗？
七哥，我没有坐台推辞，我是真不想做。父王在位时，我不大懂事。六哥继位之后，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你我都看在眼里啊。如今，三哥和大郎兄，一个在府中闭门读书，另外一个在海岛上，索性成了外姓之人，都是至亲的兄弟呀，何至于此？可六哥也不容易啊，他为了这个担子，活生生的把自己累死，却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。做了国主，便做不得人了呀。怕是由不得你。前弘宗北周慌乱，获罪于天，请大将军念祖宗创业之艰难，替国中百官之福请，顾东南苍生之福祉，全赦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。臣胡进思，请大将军应七郎君之请，念苍生之不义，全赦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。臣葛强，臣陆彦初，臣马有成，臣胡景，请大